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诺厨房，我是小诺。今天给大家分享家庭版面包的做法。想吃面包的不用出去买了，在家自己就能做，不用烤箱，蓬松暄软又拉丝。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5个鸡蛋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没过鸡蛋。用手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食盐溶解，然后再准备一张干净的纸巾，把鸡蛋擦洗干净。有人说吃鸡蛋又不吃鸡蛋壳，不用洗了。其实呢，鸡蛋是上门细菌的一大传播途径，一是通过感染母鸡把上门细菌传进鸡蛋，或者是沾染到鸡蛋壳上；二是从鸡窝沾染到鸡蛋的表面。所以吃鸡蛋前清洗鸡蛋，能够减少上门细菌的风险。用食盐水可以把鸡蛋清洗得更加干净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控水捞出，再用清水给它多清洗几遍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把鸡蛋打入面盆中。如果不喜欢吃鸡蛋呢，也可以换成纯牛奶。5个鸡蛋的重量大约在300克左右。再往里面加入5克的酵母，10克白糖促进酵母的发酵。喜欢吃甜的也可以多放一些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加入400克的普通面粉，分次少量的加入，边加面粉边用筷子搅拌。搅拌成面絮状，往里面再加入15克的玉米油。家里有黄油的可以加黄油，然后下手揉成面团，把它揉成一个稍微偏软的面团。接下来面板上倒上少许的食用油，用手涂抹均匀，然后把面团移到面板上，再给它好好的揉一揉，把面团揉出手套膜，这样蒸出来的面包会更加的蓬松暄软。像洗衣服一样推拉揉搓，刚开始揉的时候会有一点粘手，这时候我们可以少加一些食用油，但是千万不要加面粉了，油也不要放的太多了，油放太多了面发不起来了。一边揉搓一边摔打，这样更容易出膜，直到拉开有一层这样薄薄的膜，而且不容易破，说明就可以了。全程大约需要揉10分钟左右，然后再把它整理成圆形，再放入面盆中，盖上保鲜膜，让它松弛10分钟。接下来再准备50克的葡萄干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再加入几颗红枣，淋入少许的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1勺面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红枣和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面粉。因为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有一些皱褶，里面都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是很难清洗干净的。这里加面粉呢，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很好的去除皱褶里面的杂质和灰尘。抓拌至感觉有一点粘手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没过红枣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面粉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来，再放入另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给它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在案板上，然后用厨房剪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枣核就去掉不要了。处理好以后，再和葡萄干一起切碎，也不用切得太碎了，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。像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了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。面板上撒上干面粉，把面团移到面板上，不用揉面了，用手整理一下，直接给它按扁，
然后用擀面杖给它擀薄擀大，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面片，也不用擀得太薄了，厚度大约在0.5厘米左右，擀成这样的厚度就可以了。然后撒上刚切好的红枣和葡萄干，撒满半张面饼就可以了，另外一半给它留着。然后从这边给它卷起来，尽量卷得紧实一些，把带果干的这一部分给它卷完。剩下的一半面饼用刮板像视频中这样给它切成长条，宽度大约在1厘米左右。切好之后再继续给它卷起来，同样给它卷得紧实一些。卷好后再给它整理一下，然后从一头给它卷起来，像这样一个非常好看的面包生坯就做好了。接着准备一个8寸的模具，在底部和周围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然后把生坯放入模具中，盖上保鲜膜，让它醒发至原来的2倍大。快发酵好的时候，我们准备一个鸡蛋黄，放入小碗中，用刷子把它刷散。刷散后放在一旁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面包生坯已经发酵的差不多了，看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。在表面均匀的刷上一层蛋黄液，这样颜色会更加的好看。制作视频不易，你的每一个留言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你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。刷完后再撒上一些白芝麻，点缀增香，然后盖上耐高温的保鲜膜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50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。哇，颜色金黄金黄的，好漂亮！用手按压能够迅速的回弹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然后把它取出来，把保鲜膜拿掉，用手按一下，非常的暄软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样的面包看着有没有食欲？太漂亮了！然后再给它倒扣脱模，底部也是非常的漂亮。这个面包做的也是非常的成功，比烤的还要香，外皮金黄金黄的，而且非常的蓬松暄软，用手指按压能够迅速的回弹。我们掰开看看，还有拉丝的感觉。加了红枣和葡萄干，酸酸甜甜的口感真的是非常好吃。做法也没有任何的难度，以后想吃面包就不用出去买了，在家就能轻松搞定。如果你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